区区杂碎，也敢挡我去路？既来犯，便都留下吧。今日便杀个痛快！不堪一击的货色！山河漠然，万化归一。好戏开场了，在这方天地，你们动不了分毫。散！一个都别想走！妖孽作祟，也敢放肆！两位，未免太托大了。就凭你们几个，也配拦我？好大的口气！诸位都来变成我的傀儡吧。一献傀儡术，我叫总管，那我就先废了你！雕虫小技，万剑归宗，九天雷劫，莫受乾坤。以雷霆击碎黑暗，斩天！妈的，今天栽在这儿了！就这点能耐也敢称尊？老子还没输！你们别得意太早。天诛剑狱，动我的人问过我了吗3条圣级上古魔龙竟然甘愿拉碾，这不可能！教主，动我的人，你们胆子不小。装神弄鬼，看我劈了你！给我死！就这点力量，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湮灭吧！九天镇压之主角就应该无敌第2季。教主，这天劫竟化出了雷龙之形，这般毁天灭地的威势，如何抵挡得住？即刻传令全教，集体防御！这股力量，我们根本扛不住的。没想到这小小的混乱之地，还有这等魔道妖孽。此等劫云，仅在古籍中见过，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师傅，那雷劫怎么没了？是被吞了吗？这功法竟能吸收雷劫反哺。师傅渡39劫时可谓九死一生，可这魔教教主雷劫对他一点影响没有。真没意思，一点威力都没有。不渡了，你走吧。他竟要让雷劫自己走，这人怕不是被雷劈傻了吧？雷劫岂是能随意号令的？走快点，别墨迹。此人竟能号令雷劫，留在这里，迟早会惹上杀身之祸。刚才那是金口预言术，可那不是帝皇专属吗？他明明不修帝皇道，难道是更恐怖的功法？没想到这小小混乱之地，还隐藏着你这般的妖孽。本座也没想到，混乱之地会有你这样的强者。哈哈哈哈哈！我可不是这混乱之地的，只不过路过而已。你很强，
可以获得一个名额。什么名额？这是属于魔道的名额，给你了。以后你自会知道。恭喜教主修为大增，天下无敌！恭喜教主修为大增，天下无敌！一眼吓跑天劫，何等强悍！天劫都怕他，我们怎么抵抗？杨城主，你倒是拿个主意啊！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魔教？是降还是抵抗啊？怎会占领得这么快？本想回归宗家，可魔教没给我机会。你们认为应该如何应对啊？我看不如降了吧。现在魔教一统混乱之地，已经是势不可挡了。再说魔教教主还曾在半圣秘境救过我们，我们也不能忘恩负义的跟他作对啊。这些人早就想投降了，我若说反抗，他们会拿我当投名状。既然是这样，那就投降吧。这2天我杨城会正式给魔教递交投降书，你们到时候也一起吧。遵命，都听杨城主的。这下终于不用担惊受怕了。大哥，真的要投降魔教吗？当然不是，马上暗中召集所有族人，今晚我们就离开这阳城，去大武皇朝。那大哥刚才为什么要骗他们？哼，你真以为他们是来问我意见的？他们都是想拿我立功罢了。刚才我要说出抵抗到底的话，估计到不了今晚，他们就会带人攻打我阳城，割了我的人头献给魔教。杨家的人怎么全不见了？我看是怕魔教连夜逃走了。我听说魔教教主昨晚来把人全杀了。丁，恭喜宿主完成混乱之地一统任务，奖励派发中。人物：周琼，魔教教主，修为大罗6层，武功：魔田经、苍穹生死手、神魔眼、吞天魔功第3层，魔炎。坐骑：魔龙飞辇，宠物：魔犬大白。查得怎么样了？禀教主，这混乱之地之外，紧挨着的是大武皇朝和青丘国，分别被人族和妖族中的狐族所统领。据说武皇帝和青丘国主一身实力都达到了半圣巅峰的修为。大罗之后是半圣，共10层，不知神魔刀能否上得了半圣巅峰。对了，上次教主让我留意的武王府，确实是大武皇朝的。这武王府乃是当朝武皇帝的亲弟弟的府邸，一身修为据说也达到了半圣9层，差一步就是半圣巅峰了。而李饶正是武王府的世子。好，你通知下去，明天所有高层来天魔殿开晨会。遵命。用时10年，我魔教统一了这混乱之地。本座很开心，但是却并不满足。一统混乱之地竟还不满足，220座城池啊！天一，给大家汇报一下外界的实力。是教主。诸位，与我混乱之地接壤的分别有2大势力，一个是大武皇朝，一个是青丘国。其中大武皇朝共有城池1350座，每一座城池的城主最差的都有大罗境，强一点的更有着大罗境巅峰的实力。这还不包括皇朝里一些家族和宗派的实力，更不包括皇族武家的实力。竟有这么多大罗境，我们只有教主是大罗境。那皇家的实力有多强？皇家不光大罗境，光是半圣境就有几10人，加上一些供奉，恐怕不下100人。武皇帝更是半圣巅峰的人物，我们跟着教主，迟早能追上。好了，有斗志就行，不用怕别人抢大。我魔道也在不断变强，本座倒想看看这上界的顶峰到底在哪儿。你们愿意随着本座去看看吗？连生愿誓死追随教主，一起登临顶峰。魔虎王愿誓死追随教主，一起登临顶峰。木护法愿誓死追随教主，一起登临顶峰。我等愿誓死追随教主，愿誓死追随教主。好，如今我魔教人才短缺，半个月后开一次比武擂台，混乱之地所有人都可参加，前1万名可以获得加入魔教的资格。
前100名可得舵主职位，前3名奖励进入圣血殿修炼1天。有把握突破吗？上次在地库吸收的修罗血液还有一些，没有消化完。上次进入圣血殿后都被激发了出来，这次再闭关1个月，属下有把握突破。好，如果需要，可以再去圣血殿修炼1天。多谢教主。哥，别练了，不要把自己累到了，赶快休息休息。你哥我可是刚刚突破到了千古境，怎么可能会累到呢？哥，你真的要去参加魔教的擂台吗？会不会有危险啊？放心吧，没人能伤得了我。这次你哥我肯定能拿下一个精英弟子的名额，到时候看谁还敢欺负咱们。就这么定了。此次由钟儿去参加魔教的擂台，必须拿下一个舵主的职位。之后不管钟儿被分配到哪个城市当舵主，我们家族都要迁移过去。此事关乎家族的希望，就全靠钟儿你了。放心吧，父亲，孩儿定当不辜负你的期望。擂台赛地点定在黑王城了，快去黑王城啊！晚了就没地方住了。客栈的房价都翻了10倍了。还好我修为够，能参加比武。几千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盛会。你听说了吗？万魔手白无道都来了，那可是一个狠人啊！听说1000年前此人为了一件小事，直接屠杀了一个大家族几10万人，一个活口都没留。还有修罗指万魁也来了，听说他前些年都突破到真武境，没想到也会来参加擂台比武。这些人都是消失了几百年的老怪物啊，怎么都出来了？谁知道呢？这次擂台比武看来水很深啊，每一个都曾经是混乱之地的风云人物。因为一场比武擂台都冒了出来，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赶快说呀！小店新出了一种灵酒，诸位要不要尝尝？就是价格有点贵。你这掌柜的怎么这么磨叽？这是一块上品能量石，够买你酒了吧？赶快把消息说来！诸位都知道，这次奖励前3的，除了舵主之位，还有一次进入圣血殿修炼的机会。当然知道，这魔教不是早就发出通知了吗？这掌柜的再不说出点真东西，我就抢回能量石。别急呀，我要说的就是这圣血殿的秘密。诸位可知那圣血殿是什么地方？那可是魔教的修炼圣地啊！现在的魔教高层你们都知道吧？那都是进过圣血殿修炼。你看看现在哪个不是真武境的大高手？据说只要进入圣血殿修炼，1天就可连续突破5、6层的修为，甚至可以破了千古和真武之间的屏障。什么？你说的当真？应该是真的。当初我远远见过魔虎王一次，那时他虽然也很强，可以才千古7层的修为，可是没过2天我再见到的时候，他已经真武4层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之前隐藏修为了呢，现在看应该就是圣血殿的功效了。原本只是想来凑个热闹罢了，没想过加入魔教。现在看来这圣血殿很不错，此次必须夺得前3名不可。快走快走，再晚就挤不到前面了。这来的人也太多了，得有上百万吧！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修士聚在一起。你们看，上面一共5把座椅，不知道教主大人会不会来？想什么呢？估计大总管连生大人能来就不错了。这魔教确实了得，你看，就连维持秩序的弟子修为都在通玄9层以上，千古境也不在少数。是啊，这千古境在外边都能开辟一个小势力了，可在这儿只不过是维持秩序的弟子罢了。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想要，最后被一个神秘人以1万上品能量石买下了，真不错啊！整个酒楼都不值这么多能量石，更何况一个包房居住系几天的价格。小姐，这偏僻的地方比武有什么好看的？连个大罗镜都没有。反正待着也无聊，看看这比武也不错。是魔猴王，居然是魔猴王！他居然也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见过白护法、木护法、万堂主、魔猴王，见过4位大人。魔教果然强大，这白护法我怎么感觉他起码达到真武8层的修为了？要知道，在魔教跟魔猴王同一级别的就有12人之多啊！这4人才区真武境，谱倒是摆得挺大，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半圣呢。行了，这混乱之地有他们这样的修为，确实算是称霸一方了。不过是一群坐井观天的蝼蚁罢了。中间那把椅子是谁的？难道是教主大人？这就是魔教教主吗？大罗修为速度可以，霸气也不错，果然是个人物。见过大总管。居然不是教主，只是个大总管。也不错，也不错。能压服大总管这种人物，这魔教教主定然也非同一般。
小姐，这魔教既然敢叫这个名字，会不会？不会，那等人物岂是他小小混之地可以接触到的？只不过是无知罢了。小姐，我看那些擂台都是新搭建的，用料也一般，一会儿比武的时候不会直接塌了吧？不知道这魔教在搞什么名堂？为什么不建造一些好的擂台？小姐，你说这擂台真会塌吗？粗制滥造，塌了也不奇怪。要是真塌了，岂不是丢大脸面？人生大人，刚才是大罗境修为，整个混乱之地除了周秋教主，几千年没人到大罗境了。魔教10几年前才从下界飞升啊，那时连生大人也不过是通玄境修为，加入魔教岂不是也能实力暴涨？教主手令，此地比武3天，擂台当坚不可摧，不受破坏。他扔那张纸做什么？都是什么东西？说教主让擂台不受破坏，这擂台可是我们亲手建的啊，绝对的粗制滥造，质量差得很。能扛住千古境就不错了，大罗境一击都没破坏。教主果然强大的可怕，无所不能。传说中的教主到底有多强啊？我一定要加入魔教。教主无敌，魔教无敌！今天一定要赢下名额。小姐，你怎么了？这手术的力量太过惊人。这手术很厉害吗？直接更改了区域法则，恐怕父王的金口预言术都没这效果吧。走，我们去会会那魔教教主，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小姐，国主召你速度回国，不可耽搁。魔教比武擂台赛正式开启，生死勿论。是。认输吗？第一场，胜方李虎。我不打了，我退出。下一个我来，赢了就能进魔教。要的就是这种狠人，越狠越好。名门正派那套没用，继续比，不要停。教主，这大武皇朝是厉害，我看这守城门的侍卫都是千古境的。是啊，所以要徐徐图之。走，先去看看我们的老朋友。这2个人是什么来头？这府邸比皇宫都小不了多少啊！真武境的高手来看门。武王府倒是好大的排场。站住！什么人？魔道之人也敢来武王府门口？你是在找死吗？大胆！竟然敢跟我们教主这么说话！我看是你在找死吗？好得很，多少年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今日我就把你们的头砍下来，挂在门口。聒噪！这是什么地方？不要过来！我错了，饶命啊！首领怎么站着不动了？咦，首领的腿怎么在打颤？我去，有水从裤子里流出来了！不能是。周教主，你怎么来了？本座来看看李世子，现在却不想看了。周教主留步！周教主，姐，你看我呀！李洛，我让你打听的事，打听的怎么样了？姐，那赵无极果然狗改不了吃屎，最近又在游手好闲，不知道努力修炼。甚至前2天还去了趟。去哪儿了？听郎阁。他怎么敢？他难道不知道过几个月就要成婚了吗？赵无极是镇北王唯一的独子，镇北王乃大武3雄之一，他2位兄长早逝，只剩他成绝。姐姐，您别再为此事伤神了。天赋庸落也就罢了，偏偏喜爱风花雪月。我与他自幼便定下了娃娃亲，我数次反抗逃家，次次都被抓回，折腾了这么多年，终究是逃不掉的。姐姐，你还有我们在身旁。罢了，左右不过是嫁入镇北王府。我曾以为他真的改了，没想到全都是装的。
让你办的事情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世子，我特意找的邪道人物，都是大罗境的修为，可是这都3天了，对方也没给我回消息，估计是失手了。但世子放心，镇北王府不会查到我们的。废物，一个小小的千古境都对付不了，要你有何用？你出去打探一下周琼落脚何处了。是，小的这就去。属下第3见过教主。这皇城内情况如何？禀教主，皇城内关系很复杂。首先最强的是皇族李家，目前分为2支，一支是皇帝这支，一支是武王府，剩下还有镇北王、大武学府、稷下学宫等势力，里面都有半圣9层以上的高手，以及一些其他的小势力。看来拿下大武要费些时间。目前我们按照教主吩咐，在大武皇朝成立魔教各大分舵，各仆上座也暗杀了几个城主，引起了一些骚乱。不过好像还有一个势力在浑水摸鱼，也在暗杀各大城池的城主。目前首座他们正在调查，只知道对方好像叫血莲教。还有什么其他的重要消息吗？教主还有一件事，就是3天前玄部等座无意中发现一次暗杀行动，暗杀的人正是镇北王世子赵无极，可是一直被称之为废物的。赵无极突然爆发大罗境修为，把暗杀者都反杀了。属下已经查明他的全部生平事迹。王府世子，天生废物，又是一个主角模板。教主在下，先行告退。挡我路的人，注定走不远。系统，抽奖板块升级完了吗？宿主已经升级成功，目前拥有极品抽奖模板。系统，把极品抽奖都抽取了吧。丁，兑换极品抽奖中，共兑换出极品抽奖2次，开始抽奖中。丁，恭喜宿主抽中魔卫礼包。我等见过教主。魔卫是绑定的禁卫队，首领修为半圣5层，你们有名字吗？属下等人没有，还望教主赐名。好，从今天起，你就叫魔无道，其他人按顺序排列，从魔1到魔10。谢教主赐名。多了11个高端战力，底气增加了不少。丁，恭喜宿主抽中丹药大礼包，奖励派送中。通天丹可提升修为，武魂丹提升灵魂力量，噬心丹可控制他人，限半圣3层以下服用，服下之人无法发现异常。老大，你看我给你带回来什么了？这可是能提升肉体强度的仙果，不多见。老大，你快吃了吧。你这是又跑谁家祖坟了？这不是容易吗？里面还没活人，拿了东西也不会有人追究，没麻烦，多好。是他嘴里吐出来的，下不去口。下回给本座带东西用盒子装，不就带点口水吗？瞎讲究。教主，武王世子发了请柬，要教主去天空楼吃饭，说是给你接风洗尘。好，知道了，回复他本座会去的。天空楼一顿饭够普通人修1年啊！能进来的都是皇朝高层，可不是谁都能来的。天字1号包间居然开了，这可不是光有能量石就能进的。掌柜的，这是谁定的天字1号啊？哎呦，各位客官，小店规矩，不便透露，不便透露啊！原来是武王世子，难怪能定天字1号。见过世子。以世子的地位，在这住1年都没人敢说什么。这是请谁呀？居然开天字1号！以世子的地位，能有谁比他强？难道是哪位皇子？不可能，就算妖皇子，世子也不需要提前来等啊。那就真不知道了，这人到底什么来头？我不走了，今天非要见见这位大人物不可。都半个时辰了，那人还没来，世子居然都没发火。半圣，起码是半圣4层以上。半圣4层竟然是侍卫，那为首的人有多强？难道是从比大武王朝还强的势力来的？
那个为首的人，我居然看不透修为，他周围好像有东西挡着，探查不进去。半圣4层当侍卫，这是什么概念啊？半圣4层要是加入皇朝，直接就能封侯爷啊！周教主能来，真是让我三生有幸啊！上次多亏了周教主你的搭救，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啊！我姐还时常向我问起你呢。半圣竟只是个侍卫，此人背景深不可测。上次一别，我倒是很久没见过你姐了，不如哪天一起出去走走。啊！他竟想约我姐见面，父王会拍死我的。我不管是谁在里面，我现在就要这个房间，让里面的人滚出去！不好意思，周教主，我先上出去解决下，马上回来。他眼底藏着笑意，看来这是他的计划。3、2、1。大舅子，你最近修炼的不行啊！我侍卫随便一招就把你打飞了。想必阁下就是李赵邀请的客人吧？本世子乃是镇北王世子赵无极。这个给你，去换个地方去吃饭。这镇北王世子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嚣张，连武王府世子都敢打。是啊，不过那个魔道之人可就惨了。也不一定，你忘了那人还有一个半圣境的护卫吗？那又如何？还能强得过镇北王吗？李洛想引我杀赵无极，他打得好算盘。千万别死我！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本座说话？无道，去教训下他。你敢伤我，不知道我是谁吗？他是疯子吗？竟然敢废了赵无极一条胳膊？难道他就不怕镇北王府的报复吗？果然魔道人物都是疯子，做事根本不考虑后果，只顾眼前。以后见到这种人物，绝对有多远躲多远。大胆！何人敢伤我镇北王府世子？你们这是找死吗？果然，打了小的就会出现老的。无道去吧，灭了他。抢出魔龙！洪静姐竟能伤我至此，她只是个护卫。大武何时有这等魔道人物？难道是血莲教的？就凭这区区法相，也敢在我面前卖？今日便让你见识何为神魔之力！嚯！不堪一击的伎俩，也配拿出来现眼？怎么可能？我的法相就如此不堪一击？你很强，你一般。本座说让你走了吗？你以为会那么容易离开吗？你要怎样？跪下！好好跪着，天黑之前不得起来。不管你是谁，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镇北王已经来过了，甚至两人还交手了。虽然谁输谁赢我们不知道，但是看情况，周雄绝对没输，要不然他怎么敢让赵无极跪着？陛下，说
今天天空楼发生了一件事，赵铁一真的去了，没奈何对方。是的，镇北王确实和那人交手了一次，然后镇北王撤了，赵世子在天空楼跪了一下午。去好好查一下血莲教，看看跟赵铁西到底有没有关系。诺。赵铁一啊，赵铁一，你可不要让朕失望，好好接受联姻，多好。魔教难道真是那位的子弟？父亲，今天为何不出手拿下那人？此事还不到时候，而且为父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的修为真的有这么强吗？不确定，但是他有一把刀，那刀的威力足以对我产生威胁。即使拿下他，为父也会受伤。可目前的情况，为父还不能受伤。先忍忍，等过段时间，为父定当为你做了他。好，我知道了，父亲。无极最近的状态太不对劲，1年前性格突然大变，当初还以为他是被夺舍了，各种检查都做了，确认没有异常。他是我最后一个儿子，绝不能出事。王爷查清楚了，那人叫周琼，是从混乱之地走出来的，成立了魔教，目前已经把混乱之地一统了，修为不详。还有今天是武王世子特意把无极引过去的，估计是想借着周琼的手除了无极少爷。混乱之地偏僻，一统也不足为惧。敢叫魔教，莫非和那位有关系？不可能，两者差距太大了。有这样的修为和护卫，定不是普通人，应该是古老家族或圣地出来的弟子。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周琼，是陛下的态度。希望武王世子的做法不是皇家授意的。若是他们真想对我唯一的儿子动手，那就别怪我不忠君爱国了。谁敢动我儿子，我灭他满门！竟然有人敢让我跪下，真是岂有此理！我非要把那周兄碎尸万段不可！哼，这口气我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自从恢复记忆以来，我还没受过这种奇耻大辱。属下参见主公。已查清，今天那人是从混乱之地走出来的，成立了一个魔教，是魔教教主。魔教倒是真敢起名字。先不用管这个了，阵法布置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用？哼，周琼，我不管你是圣地弟子还是世家传人，等我完成计划以后，你都死定了。我并非真正的赵无极，乃是夺舍而来。早在他未出生时，我便已经夺舍，灵魂完全融合，所以查不出异常。当年夺舍出了一点小差错，直到去年才恢复了全部记忆。计划筹备了这么久，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周兄，你只会是我计划的垫脚石，整个大武皇朝迟早都是我的。那个周琼来了才1天，皇城就起了波澜，上百万年的大武，难道要变天了？州府外面全是眼线，没人敢随便靠近。据说他的修为不怯于镇北王和武王，乃是半圣顶层的绝世高手。要不是他得罪了镇北王，又是魔道出身，州府的门槛早就被拜访者踏破了。现在谁敢上门啊？不要命了吗？毕竟是魔教，和朝廷对着干，谁敢惹？这可是第一个敢在皇城建立魔教分舵的人啊！赵无极出现时，系统突然开始升级，折腾了这么久，总算是快完成了。系统升级已完成，我倒要看看升级出了什么新功能。检测到特殊触发条件，解锁隐藏任务。由于宿主碰面第2个天运之子，产生隐藏灭杀任务，灭杀天运之子。宿主每灭杀1个天运之子，可随机获得一个神秘大礼包，并可抽取天运之气赠予他人。天运之气就是这些主角的大气运，杀1个天运之人就能得1份天运之气，这些气运刚好可以分给我的手下们。以后手下全是有主角气运的人，那得多厉害！也不知道这上界到底有没有这么多主角可以杀。沉寂了2天，皇城总算是又热闹起来了。再过几天就是100年一对的比武交流会了，是稷下学宫和大武学府的对战啊！这次不知道又要出多少精彩别业的青年才俊了。只要能出头，直接就能走上人生巅峰啊！2大学府的弟子还有各宗派的才俊都会上场，只要拿到名次，马上就能扬名立国啊！运气好的话，还能被侯府招做上门女婿呢。这可是普通人往上爬的最快捷径了。这次我一定要拿到好名次，出人头地。教主，属下有要事禀报。进来。教主，大武学府发来了邀请函，邀你去观看这次的比武会。知道了。是。这种100年一遇的盛会，我当然不能错过。一般这种交流会肯定会有主角模板的人上场，
就是不知道那赵无极会不会出手。他的主角模板是什么来头呢？是上古传承、夺舍，还是有个老爷爷？无论对方有什么主角光环，都必须死。听说了吗？郑小侯爷也来参加了，那可是短短不到100年就修炼到大罗境的绝顶人物。是啊，稷下学宫的松香公子、白修公子都来了，大武学府府主的几个弟子也都出关了，还有不出世的家族子弟。是啊，这次可比100年前的高手多了。我大武皇朝真是越发强大了，真是龙争虎斗啊！我等也就能凑凑热闹罢了。哎，你说那赵无极也是府主弟子，会不会也来参加呀？就他，前2天刚惹到一个大人物，被人家给废了一条胳膊。哼，哪儿敢再来？再说就是他没伤，来这儿参加比武，不就是找虐呢吗？那些位置是留给一些大人物的，比如大武学府的府主、稷下学宫的公主，还有大武皇朝最顶端的人物。当然，这些人都不会在今天出现，比武会进行1周的时间，到决赛的时候，这些大人物才会出现。都快点让开，本世子来比武了。本世子现在开始守擂，谁要挑战？按照规矩，前几天赢10场就能胜出了。属下挑战世子。本公子今天晋级了，走了。这赵无极真是无耻透了，竟然用这种办法，他还要不要脸？那个大人物那天为什么不直接弄死他？我原本不想参加比武的，可沉寂了这么多年，也该爆发一下了，要不然都以为我只是个废物世子了。看着吧，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这次胜出的才是真英雄啊！真是年少有为，这般年纪有如此实力，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你看，那是东方侯，乃是半圣7层的高手，果然气势不凡。是啊，他旁边的就是我大武学府第1副府主，一身修为可是有着半圣8层的。你们猜其他几个椅子上会坐着谁？还能是谁？各家家族门派的族长和掌教呗。郑小侯爷，这人的脸皮为什么会这么厚？怎么还有一把椅子空着？是谁还没来啊？侯爷，不知道这个椅子是给谁留的？唐宗主，我也不知。抽奖开出飞辇升级，魔龙晋升半圣1层。我去，这是谁啊？竟然用半圣境的龙族拉车，也太牛了吧！这也太气人了吧！谁这么狠啊？半圣境拉车太浪费了，还是3条。这飞辇我认识，是周琼的。上回只有1条真武境的魔龙，怎么现在变成3条半圣境了？难道不是他？那条狗是周琼身边的那条，没错，就是他。最近皇城传的那位魔道巨嘴，果然不弱于镇北王。魔道贼子竟敢来我大武皇朝撒野，未知身份，实力强横，暂且忍下。周教主真是好气魄，半圣境当护卫，连拉车的都是半圣境魔龙，实在让人佩服。哼，此人绝对是国老家族或者圣地的弟子，不然谁舍得让半圣当护卫？魔教不过是他的玩物罢了。我不是在做梦吧？那10个护卫，我怎么看着像半圣境的人呢？你有病啊！打我做甚？看来是真的，我手都有点震麻了。你脸可够厚的。我去，打我把你手震麻了，你还有理了是吧？我脸厚，我乐意吃你家大米了，这不欺负人吗？10个半圣境的护卫，即使是皇族也拿不出吧？不是没有，而是根本舍不得半圣境当侍卫，并且还是10个。这人到底是谁啊？我知道。这人乃是才到皇城的魔道大人物，据说叫周琼，一身修为听说不弱于镇北王。我去，那可真是大人物，我看他比镇北王厉害，起码镇北王没有这么强的侍卫。我知道目前自己根本斗不过周琼，即用出隐藏手段也不行，只能徐徐图之。天运153。天运之气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精力会慢慢变化。只是一般的时候起伏不会太大，并且天运之人受天道保护，极难杀死，每次都会逢凶化吉，得到更大的奇遇。当然，也不是没法杀死，只要实力差距太悬殊，还是可能会杀死的。但是不管是谁杀了，
都会影响自身的运道，让自身霉运加深。系统，你在逗我吗？杀了他我霉运加深，我还杀什么？宿主可以消耗对方的天运之气，比如一直让他做事不顺利，抢夺对方的机缘。只要对方天运之气下降到100之下，杀他就不会引起天道的反噬，也不会有霉运加深。系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自己前后出现矛盾了，知道不？他的天运之气都100以下了，我还剥夺个屁呀！他有的话，我杀他还会反噬，怎么做都是吃力不讨好。你不会是出现 bug 了吧？叮，系统出现漏洞，正在修复中。叮，咚。这系统不会直接崩溃了吧？我去，那可就搞笑了。120号擂台，造极对战张天翼。这下吴文吉惨了，张天翼可是大武学府副府主的亲传弟子，不会让着他的。我看他这会儿该怎么赢。他终于要被淘汰了，他这样的废物站在上面，简直是我们大武皇朝的耻辱。世子殿下，我看你还是老实的认输吧。如果一会儿我伤害到你，可就不好了。既然你找死，就别怪我出手重了。什么？怎么可能？老鹰杰怎么会赢了张天翼呢？还是阴招？绝对不可能！肯定是吴英杰用了什么阴招。张师兄可是我学府的顶尖弟子，虽然不是最强的，也不可能被这个废物一招打败啊！赵无极获胜。刚刚赵无极突然爆发出大罗境的修为，着实让我们也吓了一跳。看来这镇北王真是心机阴沉啊，竟然让自己的儿子隐藏这么多年，被教了这么多年的废物也不反驳，难道是怕皇家把他最后的儿子也害了？可现在为什么又让赵无极爆发了呢？难道是镇北王可能突破了，成了半圣境巅峰的人物？现在突然不装了，那只有一种可能：镇北王不怕皇家了。皇家一直忌惮镇北王的军中威望，这是所有顶层人物都知道的。难道他已经要起兵造反了？奇怪，谁在背后念叨我？有这主角模板，别说只是一招秒杀一个同境界的对手，就是他直接越3、5个层次战斗也很正常。哪个主角不是越界而战？不这样都丢主角光环的脸。姐，这赵无极怎么这么厉害了？真是震惊到我了。自从知道姐姐和赵无极有婚约以后，我就一直找赵无极的麻烦，关注赵无极所有的事情。对于赵无极这个人，我比镇北王都清楚。可是今天却直接打破了我的看法。明明才千古境的赵无极，怎么突然就变成大罗境了？难道上次派去暗杀的人就是赵无极自己杀死的？赵无极肯定从小就天赋出众，可是却因为2个哥哥的惨死，所以隐藏着自己的修为，并且成天花天酒地来蒙蔽别人，让大家对他失去戒心。是害怕皇家吗？那为什么现在就暴露出来了呢？一定是为了我。他以前每次看到我都是一脸的傻笑，以前还认为是他轻薄，现在看来他定是非常喜欢我。现在不惜暴露修为，肯定也是因为我想证明他赵无极不是废物，有资格娶我，让我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是担上一个嫁给废物的名声。话说这主角运气就是好，这女人的脑洞也是厉害。叮，系统修复完成。修个 bug 修这么久，还好没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叮，系统生成符箓遮天符，可用来短暂蒙蔽天道，在这时间内杀死天运之人，天道无法探查，也不会降下惩罚。由于宿主发现漏洞，奖励一个1级遮天符，可蒙蔽天运500以下的人物。终于修复了，遮天符倒是还不错，就是怎么还分级别啊？1级遮天符可蒙蔽500以下天运之人，售价100万反派值。这也太贵了吧！叮，生成任务，查询赵无极的秘密，完成奖励修为提升1层，圣级魔神战袍1副，反派值50万，失败无惩罚，是否接受？接受。我就说嘛，镇北王的儿子怎么可能是废物呢？是呗，估计就是以前懒得出手，扮猪吃虎罢了。幸亏以前没得罪他，没想到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赵无极头上的天运点数变了，从153涨到了158，看来天运会随着人物的爆发所增长。等他涨到400多的时候，就是他灭亡的时候。目前我的修为可没有别人认为的那么强。人物周兄周无敌，职位魔教教主，修为大罗8层，功法魔神经苍穹生死手，神魔眼，吞天魔功第3层，魔炎，兵器神魔环、神魔刀，坐骑魔龙飞辇，宠物魔犬大白。别人把我当半圣巅峰的人物，不过是因为神魔刀的气势罢了。可是神魔刀只能发出一击，之后就会恢复正常。凭我大罗8层的修为，还不是镇北王等人的对手。只要不杀赵无极，他们也不会跟我叫嚣。赵王吉，我不管你以前隐藏了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你能退了跟婉儿的婚约，
就当我白修欠你这个人情，可否？我从小就喜欢李婉儿，后来终于被四下学院的公主收为弟子，还没等我去跟李家提亲，就听到了武王府和镇北王府联姻的事。我只希望赵无极能悔婚。白修，你以为你能赢得了我？还有婉儿岂是你能叫的？李婉儿是我赵无极的妻子，你不配。凭我的手段，也并不是赢不了白修。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没有反感，好像内心深处还有一丝欢喜。风吹刺骨寒，万物皆凋零。这儒家功法果然神奇，竟然隐隐有点克制魔道。看来这儒家以后不能留。万里不见人云散，一剑光寒19州。我不信大罗一层的你能挡得住。不急。封天！他的天运点直接冲到了200才停了下来。真的假的？刚打完就能突破？这赵金吉难道是绝世天才？是啊，即使当初的镇北王也没有这样吧？难道赵家要再出一个镇北王了？就凭他现在就可称之为妖孽一般的人物了。这奥龙吉果然人才也，镇北王有个好儿子了。我曾也是军中一员，镇北王与我是旧交好友，他的儿子如此厉害，真是令人欣喜啊！确实够隐忍，算是个人物。周教主，对这赵无极，阁下认为如何呢？扮猪吃虎，小道注定成不了气候。废物一个罢了。等他长到400多的时候，就是他灭亡的时候。这侮辱，还不如直接骂我。怎么，你不服吗？周琼，你别欺人太甚！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可敢与我立下赌约？30年以后，在这大武皇朝，你我生死一战，你敢吗？这赵无极疯了不成？他难道不知道对方的实力吗？即使他修为提升的再快，也不可能30年就达到半圣顶峰啊！他这样不是在找死吗？日后肯定会后悔的。周教主大人大量，这镇北王世子是一时急糊涂了。这话难道是主角通用的？定30年，看来对自己不够有信心啊！周乔，难道你连接受我的挑战都不敢吗？跪下！不好！你就不能再停停？这到底是什么邪功？有一种恐怖的刀意在镇压我，出手怕是会害了他。就凭你一个废物，也配跟本座赌斗？看在镇北王的面子上，本座就饶了你这回。再有下回，我不介意让镇北王断子绝孙。行了，好戏已经完事了。这种小孩子过家的把戏，本座可没兴趣继续看了。走了。此次比武，我赵无极要当第一。所有敢反对的，一起上来吧！赵无极，你别惹不起别人，就拿我们撒气！我童海来会会你！赵王齐，你好狠啊！居然下杀手！周兄，你等着，我不会让你好过的。细说这主角倒是爽快，上次那赵丽跑太快了。属下玄一，见过教主。目前进展怎么样了？禀教主，
目前我教在大武皇朝共发展了34个分众，还控制了2个城池。这大武皇朝表面强大，其实内部已经很腐朽了。宣布刺杀了2个城主，然后通过花费资源贿赂官员，让我们自己的人当了城主。很好。那个浑水摸鱼的势力查得怎么样了？禀教主，目前探查到他们好似在密谋这一件事。四周所有的城池都有他们的人，但是人员都不多，好似在完成什么计划一般。连生大人已经去探查了，估计很快就能查到结果。好，本座知道了，去武王府送信，就说本座邀请李婉儿明天一起去江边游玩一下。遵命。赵无极啊，赵无极，谁让虐杀你有奖励呢？白大人，你怎么了？刚才还趾高气昂，吹得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的样子，怎么突然就颤抖了？难道有羊癫疯？发病了？这个坐在上位的人是谁？是你的师门长辈吗？不是，此人是今天突然来观礼的，而且在我的记忆里，上次此人并没有出现过。你万万不可招惹此人，如非必要，你最好不要参加这次大比了，直接退出吧。咱们离开这儿，有我白大人培养你，可比这什么天恒宗强多了。我乃山河图的器灵，山河图内有着时空法则，所以我对未来会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虽然不强，但是却能趋吉避凶。刚才当周叔眼光望过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大凶，好似随时会有致命的事情发生一般。不行，此次比武我必须得参加。自己谋划了3年，好不容易才等到了现在，成功就在眼前了，我不可能离开。那好，你尽量不要引起此人的注意，他给我的感觉太恐怖了，也不知道这人怎么会来这破地方看比斗。好，无论如何，这辈子我绝对不能放弃木离。下一场精英弟子比斗，天恒宗罗通对阵万寿宗林月。罗通胜！好，太厉害了！这孩子确实是个天才。如果真能成长起来，也能坐镇一方。可是谁让他跟秦风生在了同一年代了呢？这罗通天赋真不错，以后定是天恒宗的大佬级人物。是啊，可得好好记住，以后不能得罪了。罗通师兄好帅啊！要是能嫁给他就好了。他看我了，他看我了！此人倒是天赋不错，我看他好似还隐藏着实力，就是不够果断。教主是打算收他入魔教吗？可此人作为正道人士还行，入魔道却是差得远了。他刚刚明明能更快地击败对手，可是他却怕把对手重伤，而选择浪费时间去攻击。这种性格入魔道，可能会被人吃骨头渣子都没了吧？收他入魔教，也算是吧。不过不是收他的人，而是只要他的天运之气。刚才那是什么感觉？要不是看着下方的罗通每赢一场，天运点就涨一点，我早就放弃等待了。这罗通一身修为展露，竟是真武7层。在咱们这种宗门，真武7层的弟子绝对是最顶级的一批。恭喜宋兄啊！你天恒宗再出一个绝世天才，真是令人羡慕啊！是啊，我看这罗通天赋绝佳，不次于秦风啊。你这天恒宗果然运道好。像罗通和秦风这样的弟子可是千年难遇，天赋好的弟子早就被更强大的势力提前招走，轮到我们的都是别人挑剩下的罢了。当然他们不要的一些小天才也会被下边的小势力小宗门当成宝贝培养，强者越来越强，弱者却难以发展。我对这个宗派近3年崛起的罗通也有印象，知道他乃是个人才，不过看来他一直有所隐藏。现在看他的状态，虽然距离秦风还差一点，却也不远了。原本我想到的是让宗门内长老收罗通为徒，以后等秦风当上掌门，可以成为他的一大助力。可是现在罗通确实有点威胁到了秦风的地位了。经过连续战斗，现已选出5名晋级弟子，分别是3大门派的种子选手和选拔出来的天恒宗罗通、孙浩。这届天恒宗确实人才辈出，孙浩也是近几年天恒宗崛起的人物，虽然不如罗通、秦风2人，但也称得上是天才，否则也进不了这决赛圈。一共5名弟子，天恒宗却占了3个。这10年大比不只是弟子之间的较量，也关乎这3派未来10年的资源分配。 5名弟子按规则抓阄配对，
白燕手中圆球为空，本轮轮空。还好轮空了，我们怕天恒宗在抽签的时候做手脚，现在看来确实没有。3个人1/5的概率竟然没抽到，也是天恒宗运气差罢了。现在宣布对战名单：第一场，秦风对战万寿宗弟子；第二场，罗通对战孙浩。两方比武同时进行，大战即刻开始。得罪了！这孙浩怎么招招都下死手啊？他完全不顾及消耗，招招全力出手，完全一副滚刀肉的状态。虽然我能拿下孙浩，但他这样的状态必然会消耗我一些体力。可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2场比斗等着我，必须快速拿下孙浩，节省体力。哼，果然主角的路不可能顺利的，这不磨难来了。实在是孙浩太难缠了，就连受伤也不服输，没办法，只能拍昏了他。秦风2人的战斗竟早已结束，2人根本没有发什么大招，万寿宗的弟子却直接投降了。小子，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不对劲。虽然我跟孙浩没什么交情，可也没有仇恨吧，不至于让他这么拼命的阻拦我吧？到底是为什么呢？晋级3人开始第2轮抽签。秦风手里的圆球是空的，也就是说，就是接下来我的对手将是白燕。毕竟这是人家宗门自己的事情，跟我们无关，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白燕乃是天剑宗近100年来最出色的弟子，一身修为比我还要高一层，乃是真武8层，并且剑修最拿手的就是越级而战。虽然我有拿下白燕的把握，但是注定不会轻松。到时候经过连番大战的我，可就没那么容易赢得了秦风。难道这些都是安排好的？看来宋义还是更重视秦风。如果没猜错，孙浩也是受到了宋义的指示。好，万般阻拦也拦不住我。我看到时候等我打败秦风之时，还会不会更关心他？白大人，你到底有没有主意啊？别急，你先赢了他，一会儿我用时空法则加速你周围的空间，起码让你能恢复到8成修为和体力。一会儿可千万别被那位大人注意到啊！我怎么总感觉这么危险呢？对面明明没有到圣境，为什么会给我这么危险的感觉啊？控制时间流速，好霸道的金手指，这发展起来绝对牛逼。可惜最初期就遇到我这个超级反派大 boss。没想到罗通你竟然有这等天资，在我天恒宗恐怕也就仅仅弱过秦风了。这样，我看你消耗巨大，接下来你2人的比斗就算了吧，都是我天恒宗弟子，没有这个必要。秦风，你乃是我天恒宗天资最好的弟子，今天本掌门就收你为亲传弟子，而罗通也可拜入刑法长老门下为徒。弟子拜见师。慢着，我还没同意呢，2人一唱一和的就要把事情定下来了，这要是完事，我不白重生了？玩呢？掌教，我要向秦风挑战，只有最强的人才能是我天恒宗的掌教弟子，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现在看罗通的态度是根本不可能同意，甚至搬出了祖宗规矩。既然这样，那就打呗！我就不信体力耗耗严重的罗通会是秦风的对手。我的体力在刚才已经恢复到了8成，如果秦风的战斗力还和上辈子一样的话，我赢定了。罗通竟然掌握了枪艺，这可是妖孽级别的天才才会掌握的。是啊，他怎么会枪艺的？难道我天恒宗也要出现绝世妖孽了吗？能在真武境修炼出意境的，都是绝世妖孽。这等人物只要不夭折，定能修炼到半圣境，甚至可能修炼到半圣高层。那时候，我们3派和谐的状态可能就会改变了。我今天就要赢了秦风，让宋义知道谁才是天恒宗最强的弟子，也让穆长老知道谁能给他女儿真正的幸福。
果然有压力才有动力。现在这罗彤天运点已经涨到了180多，看来需要给他加大压力呀。没看错吧？秦风也掌握了掌印，这是什么情况？天宗竟然同时出现了2个绝世妖孽！秦风竟然比上一世强那么多，2个人物境武者，凭借这2种意境，竟然打出了大罗境的威力，一往无前，冲天势！掌门，此次比武我赢了。虽然我也不知道秦风为什么比上辈子强那么多，但是我依然赢了。此次比武，罗通获胜，但是我天恒宗连续出了2个意境弟子，这是天大的事，所以掌门弟子之事以后再议。凭什么？明明说好的，谁赢了就是谁的，现在竟然又变卦了。连续的事情发生，就连我们都看出了掌教是在针对罗通，不，也可能是特别重视秦风。可这也偏袒的太过分了吧？凭借着我重生的记忆，山河图的帮助，甚至天恒宗我都不看在眼里，只不过是想要争一口气罢了。现在要办的是另一件大事。穆长老，在下和穆离这几年来朝夕相处，互生情愫。我罗通求娶穆离为妻，我保证婚后定当护她一生一世，我生她生，我死她也生，还望穆老成全。哇，这罗通好帅啊！这么感动的话都说得出口，要是能对我说该多好啊！你和穆离不般配，还是不要想了。怎么回事？我都赢了秦风，成了第1天才，穆长老却还不同意我的提婚。母亲怎么会拒绝呢？这可比看小说有意思多了，纯真人演绎。他怎么站起来了？是受伤了吗？在下秦风，自小便爱慕穆离师妹，但一直没有表白。可今日这情形，却无法不站出来。我也向穆长老提亲，迎娶穆离师妹，保证爱她一生一世，望穆长老成全。这穆离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本小姐不是比他美上100倍？这2人怎么不向我提亲？真是没眼光！这女的也太不要脸了，快离远点。秦风，你的优秀我是承认的，穆离嫁给你，我放心。什么？明明天赋最强的罗通提亲不同意，现在差一点的秦风你却同意了，有病吧？穆风雨，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明明跟母亲说过喜欢的是罗通。罗师弟，说话还请注意分寸。穆长老乃是我宗长老，也是我未来岳母，可不是你能随便叫的。你找死！重生归来，我岂能受这种耻辱？风儿，罗通，已经无缘无故杀害同门，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罪名？他不是没死吗？我留了分寸的。还敢狡辩？我看你是心术不正，以后出去定当会祸害苍生。不好，快走！这宋义是全力出手，要杀你！我操！宋掌门难道是疯了？他刚才那一掌分明是想杀了罗通啊！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对同门下杀手？这样的弟子就不能留？有意思了。罗通的天运点已经暴涨到260多了，天运之子可不是那么好杀的。等他天运点破400，就是他的死期。不要！秦风根本不姓秦，而是姓宋，他是宋义的私生子。宋义为了让他接掌门位，才改了姓宋出去抚养。来了。宋义，要不是看在你是掌门，刚才我就一掌打死你。见过太上长老。在下天恒宗于阳见过大人，不知大人来此有失远迎，还望恕罪。你先处理你们宗门的事件吧。谢大人。你这个掌教是怎么当的？罗通这等天赋弟子，你竟然要轰杀了？
这事情你必须有一个交代。太上长老，此人竟然对同门师兄下死手，我也是按照门规办事。门规？好一个门规！你当我不知道当年秦风也出手打死过同门弟元吗？那时怎么没听说你要杀了秦风呢？你当我不知道秦风是你的私生子？是我一时糊涂，还望太上长老恕罪。宋义掌门处事不公，惩罚没收俸禄100年。秦风曾经误杀同门，罚后山面壁50年。罗通虽有误伤同门，罚藏书阁打扫卫生30年。你们有异议吗？太上长老的惩罚，罗通愿意接受。我看罗通天赋惊人，和穆离也很般配。本长老就做个媒，让二人不日成婚。不知穆长老意下如何？全凭太上长老做主。多谢太上长老，恭喜罗师弟，恭喜穆离学妹。这是经历磨难，贵人相助，阖家圆满的大结局吗？可惜啊，就是这罗通的天运点还是没破400，现在仅仅365而已，看来还得给他来个狠的。你们都表演完了，本座也要玩玩了。不好，小子，快走！这魔头要对你出手！大人，为什么要攻击我等？本座感觉有趣，你有意见吗？这白光怎么在变弱？那是什么东西？怎么办？我就说是大凶，早就该走的。这魔头太强了，我们根本不是对手啊！谋划3年竟被他毁了，拼了！罗通，我一会儿用秘法直接破开这封锁，带你冲出去。不过你以后一定要多找一些仙器来修补山河图，要不然山河图会崩溃的。不能离开，穆离还在广场上呢，必须把他也带走。我绝不能揉下穆离，就算死也要带他走。这魔头明显是针对你，现在你要出去就是死路一条。不好，他要对那丫头动手，你别冲动，下去救不了他的。放开我！我要杀了他！杀了他！罗通，你冷静下，你这么出去不但救不了他，你也会死的。我不管，我就是死也要和穆离死在一起。这辈子我不能再掉下他了。好，我帮你救他，你给我点费时间。白龙，谢谢你。等救了穆离，我们一起走。我用秘法让你和穆离交换位置，你必须马上捏碎玉符，就能回到山河图内。然后我带着山河图破开空间冲出去。周琼等人实力极强，换出穆离后，我恐怕没时间捏符。只要能救出穆离，任何代价我都愿意付。出其不意的话，成功率还是有的。就这么办吧，快点吧。我的身子怎么突然不受控制了？面前怎么不是那个邪恶的连生？捏碎的怎么不是玉符？有意思，我们的计划被他发现了。白大人，快带穆离走！快！死斗友不死贫斗，救出穆离已经够意思了。罗通，罗通，你怎么样了？怎么回事？
我怎么显形了？这是什么鬼圆环兵器？他竟然破了山河图的时间法则！大人，饶了穆离吧！你要我做什么都行。你大爷的！好似我要逼良为娼似的。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你的天运点已经涨到450了。原本以为这符会用在赵无极身上，没想到先用到了罗通身上。我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他不会是把罗通吃了吧？丁，恭喜宿主灭杀天运之子罗通，奖励神秘大礼包1个，天运珠1个。恭喜宿主灭杀天运之子，额外奖励反派值50万点。这是从罗通身上剥离的天运之气，可以转移给别人，让人成为新的天运之子。如果我把这枚珠子给一个人服下，他变成了天运之子，我再杀了他，还会不会有神秘大礼包？不能的，无论是谁服用下天运珠，宿主再次击杀都不会有效果。好不容易发现的新 bug 还卡不上。系统，这天运珠我吃了有没有效果？没用的，宿主由于被系统寄生，无法服用天运珠，否则反倒会引起天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看来只能给手下服用了。他看我干什么？大雄之兆啊！大人，大人，都是那罗通小儿逼我的，我不干，那就打我，我是被逼的，大人。终于走了，整个天衡宗，我就是最强的了，以后将彻底以我为尊。魔教最缺的就是时间，这罗通的金手指竟这么厉害。系统，礼包能开出什么？开出的物品是随机的，有可能是顶级的厉害物品，也可能是没用的普通物件。总之，十分神秘。丁，恭喜宿主开出圣境体验卡1个。丁，恭喜宿主开出聚香狗粮1袋。这张卡刚好能当底牌用。这聚香狗粮是什么东西？上辈子狗粮人也是能吃。你最近表现不错，这狗粮是奖赏给你的，去边吃去吧。多谢老大，老大人对我实在太好了。如果有下辈子，还做你的狗。幸亏我手快，没被这傻狗看见。参见教主。有好处先给最亲近的人。吞了它。丁，连升突破至大罗3层、大罗4层、大罗5层。系统，这是怎么回事？宿主，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天运之气，只不过都不会超过100，而100以上就会被天道所知道、所眷顾，以后才会一路牛逼。
那我们掠夺天道眷顾的人，以后天道会不会发现？这方世界实在是太大了，天运之人非常多，加上你用了遮天符，天道是不会发现的。天道发现不了就行，我可不想这么早就被天道盯上。多谢教主赏赐。行了，你马上传信让魔教高层分批来这里，是时候让他们也快速增加修为了。遵命。没了。真抠。人物：周秋，职位：魔教教主，修为：大罗9层，武功：魔神经、苍穹生死手、神魔眼、吞天魔功第3层，魔岩兵器：神魔环、神魔刀，坐骑：魔龙飞鸟，宠物：魔犬大白。大罗9层虽然不算低，但在大武皇朝也算不上强者。现在的我全靠这神魔刀的威力在震慑别人，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尽快提升修为。看来先得去查出赵无极的秘密，完成任务，把修为提升到大罗10层，然后快速突破到半圣。属下黄衣拜见教主。有什么最新消息吗？禀教主，这青阳城内血莲教的弟子遍地都是，已经确认这座城市就是他们的根据地。根据属下探听到的消息，对方好似要在下方布置一个大阵，规模特别的宏大。大阵特别的宏大，难道又是和天巫族的大阵一般？不对，应该比天巫族强大的多，毕竟是主角所谋划的，肯定不一般。自从进了这个城池，我就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就像这座城市缺少生气一般，但城中的人却活得好好的。这片土地有古怪，好似一点养分也没有，并且不是这一个地方，好似整个城市的土地都有这样的变化。找到血莲教的驻地了吗？禀教主，目前还没有，不过已经发现了一些线索，最多3天，肯定能探查得到。2天，2天以后必须查到。遵命。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大阵马上就要完成了，不能在探查上耽误时间。血莲教是在很多城池都有分布吗？是的，不过准确说是在大武皇朝南方的城池都有分布，不过人都不是很多，大多都集中在了这青阳城。你派人去探查一下，凡是血莲教有分布的城池，都拿一份泥土过来。遵命。难道是……在我修炼的功法魔上边有一个远古秘法，也可以说是一个阵法，叫都天魔域阵。这个阵法的作用很奇特，它既不能起到攻击的作用，也没有防御的作用，但是它却能快速提升人的实力，并且没有后遗症。可布置阵法却有很多限制条件：一，阵法需要吸收地脉之气，而且越多越好；二，当阵法启动的时候，主城之内所有的生灵都会葬身在里面。其实如果只有这2条，我也要布置过，但是它还有一个更苛刻的条件，就是主阵之内需要一块天龙头骨。可这大武皇朝方圆几十亿里都没有圣境修为，更何况还是稀少的天龙，所以我也就放弃用这个办法提升魔教众人的修为。不过真是众里寻他千百步，得来全不费功夫。看情况，这血莲教就是布置的这个阵法，不管他是怎么得到天龙骨的，可这阵法的功效不能浪费，无论如何必须归属于魔教。看来这些天运之子果然浑身是宝啊！禀教主，血莲教的总部已经找到了。好，魔无道、连生、黄衣，你3人随我走一趟。遵命。属下黄武见过教主。教主，我们探查到，这个地下暗道通向整个青阳城阵法的核心。像这样的暗道，整个血莲教有10几个，并且看守之人1天1换岗。看来这阵法确实到了关键时刻，要不然血莲教没必要做这么严格的防护。青护法大人，这阵法真的有那么厉害吗？真能提升我们的修为？是啊，护法大人，我们可是耗费了1年的时间啊！虽然地气聚集过来了，可是现在阵法内却完全没有一点反应啊！你们懂什么？这是教主大人亲自安排布置的。其实你们能懂的，好好看着，阵法马上就要成功了，教主大人也要过来了，到时候我血莲教定当会前所未有的强大。是。
现在还不是时候，大阵的最后一步才是扔天龙头骨，而此时天龙头骨很有可能不在这洞穴之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在赵无极的手里。见过教主大人。恢复记忆1年来，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阵法。有了都天魔域阵的帮助，我起码可以恢复到半圣6层，并且可以快速培养出一大批强力手下。到时候只需要慢慢磨，用不了几百年就能夺了大武皇朝的江山。凭借着皇朝的帮助，我定能再次登顶圣境，逍遥天下。丁，恭喜宿主发现赵无极的秘密，完成任务，奖励修为提升1层，圣级魔神战袍1副，反派值50万，奖励派发中。大罗境10层，让我们的人马上撤出青岩城。禀教主，外边传来消息，说血莲教此时也正在驱逐城池内的生灵。耗费上百个城池的地脉，让上百个城池未来1000年都将没有灵气，只为了自身的修炼，倒是有些魄力，可惜还是不够狠。要是自己布置阵法，这城中亿万圣生定然都不会存活。傲云劫的人死，也导致整个都天别阵的威力削弱了几成，利益可以出，果子却不能逆摘。不好，有人埋伏！就是你，要气疯了！妈妈的，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怎么招惹你了？我是跟你犯冲吗？就盯我一个人霍霍呀！周兄，我定要你不得好死！先饶你一命，毕竟你也算是我手里的一枚棋子，而且马上就要用到了。当然也不能轻易的放过。神魔眼的一击虽然只用了不到1/10的威力，也够你吃一回的。让你再喊什么30年这30年那的，蠢不蠢？一点心意都没有。坐收渔翁之利的感觉真好。终于突破了。这次的劫运要比上次我度过的大罗劫强上100倍不止。以我目前炎的修炼程度，还不能直接控制住它，只能用别的办法渡了。定散。
刚刚在雷龙劈下来时候，我用山河图改变了周围的时间。处在未来的我，雷龙又怎么能劈得到？不得不说，主角的金手指就是好用。仅仅半圣1层可满足不了我。如此强大的半圣雷劫，别说大武皇朝，就连周围几亿公里内也没听说谁见过。到底是谁在渡劫？竟然能度过这么恐怖的雷劫？这得是何等天才人物！整个青阳城竟然劈没了一半。不过城内怎么一个生灵都没有？难道是都劈死了？不能啊！大人们，一定要为我等做主啊！你们是何人？到底怎么回事？禀大人，我们都是青阳城内的生灵，半天前被人全都给赶出来了。刚出来就有人在城上方渡劫，雷劫劈没了半个城池啊！我的店铺也劈没了，造孽呀！你可知对方是何人？大人，赶我们的人手臂上都有血莲花的纹身，定是传说中的血莲教的人。血莲教竟敢搞出这么大动静，必须马上禀告圣上。要不是当时我处在空间缝隙里，恐怕得当场死在那儿。原本我要挪移的地方是皇城镇北王府内，可惜周琼的一击直接打破了挪移的方位，没想到竟然只传送到了离皇城不到200里的地方。周琼啊周琼，你没想到我不但没死，也没传送丢，我赵无极的好运气可不是盖的。估计现在赵无极恨不得灭了我，可惜看不到他气急败坏的样子。要不是他还有用，刚才就直接用遮天符拍死他了。能把赵无极直接从大罗2层修炼到半圣6层的椅子，只让我从大罗10层修炼到半圣4层，可见我根基的雄厚。赵无极也是主角型的人物，天赋根基定然比大部分人强，即使半圣境1层一个坎，我也有把握跨1、2层去战斗。连生，属下在，你也该再突破一下了。去吧，遵命。我早就把命卖给教主了，还有啥好处不能要？半圣1层，对于魔教大总管来说还是太弱。陛下，下方来报，说青阳城出现了血莲教的踪影，他们在城池内布置了一个阵法，吸收了不少的地脉之气，并且有一人在青阳城上方渡半圣劫，毁了半个城池。能确定这血莲教和镇北王有没有关系吗？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镇北王世子赵国吉在2天前突然宣布闭关了，而昨天却有血莲教的人在青阳城上方渡半圣劫。那魔教教主最近有什么动作？禀陛下，那魔教教主出了皇城后，灭了一个出入半圣的小势力，之后就消失了，目前还没有别的消息传来。魔教先不用管了，你先派人去查一查赵无极是不是真的在闭关，还有密切关注镇北军的动态。遵旨。难道你真以为朕受伤了就镇压不了你吗？早在几万年前，我和现在的武王、镇北王3人一起修炼，组建势力，共同打天下，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才打下了这偌大的大武皇朝。建国以后，我当了皇帝，封其他2人为武王和镇北王。要知道，大武皇朝一直到现在都只有这2个王爷，而武王还是我的亲弟弟，可想而知我对镇北王的信任，当然也是我对自己实力的信任。毕竟我是大武皇朝唯一一个半圣巅峰的存在，之后我很想把大武皇朝变成大武帝朝，可那就需要有人突破圣境，并且这个人只允许是我。300年前，我为了突破圣境去探险了一处秘地，可是那块地方竟然是块死地，机关众多，我9死1生的逃了出来，但是也因此受到了重伤。自从那以后，
我看镇北王好似不是那么老实了，2个儿子也在小小的年龄就开始学习领兵打仗，并且天赋都强得可怕。没办法，我派人弄死了镇北王2个天赋出众的儿子。可大概几10年后，赵无极出生了，我就一直派人盯着赵无极，最后发现赵无极果然天赋不行的时候，才慢慢放下了戒心。不过还是把武王府李婉儿赐婚给他。我因念在当初的情谊，想通过联姻的方式和镇北王维持稳定。可最近赵无极的突然爆发，血莲教的诡异出现，让我再次起了疑心。王爷，这2天世子确实不在闭关，而是去了青山城，不过在今天又回来了。而青山城正是血莲教的大本营。去，派人把血莲教的所有余孽都杀了，一个不留。无极马上就要和武王府郡主联姻了，不可节外生枝。是。我没有异心，可是受伤的武皇帝却对我不放心，只希望奥林吉娶了李婉儿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吧。等我伤好之后，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大护法，你说教主让我们来这儿做什么？难道这座山峰有什么秘密？我也不知，但教主让我们来自然有道理。魔虎王一会儿上去，你可以自己问问教主。不用，我就是好奇。好强的气势，居然是半圣境，这修为提升也太快了。不久前他还只是大罗2层，我一直把连胜当对手。前阵子拼命闭关修炼，总算最近也突破到了大罗1层，想着差距也不算太大了。可这是什么情况？大总管，你不会突破到半圣了吧？对，半圣4层，刚突破的。总管大人，你这是要起飞吧？连胜，你这是开挂了吗？我没再解释，也确实解释不明白。难道跟他们说我做了会椅子就突破了？就算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参见教主。这些高层的修为都有明显的提升，看来这段时间确实都在努力修炼，起码都已经到了真武境巅峰。他们的实力现在还帮不上什么忙，总得再给他们点提升的机遇。什么事都要我亲自解决的话，那这魔教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你们的修为还是太低了，本座就再给你们个机遇，望尔等好生修炼，再次掉队者，后果自负。教主这话分明是说给魔虎王听的，有他真武9层，也太显眼了吧！都怪我就想着偷懒，教主只说我是特别重视我，看来我在教主心里很重要。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他们飞升至今才不过几10年，换做旁人恐怕还没到千古境。只有魔虎王还卡在真武9层，白昊天的修炼速度还算不错，是时候给他们再加点助力了。这是本座为你们准备的修炼神器，里面可以加速时间的流逝，希望你们别让本座失望。属下等定当竭尽全力，不辜负教主希望。这就是山河图里面的世界吗？这地方也太开阔、太舒服了吧！前面那些小宫是干什么的？天空里怎么还盘旋着一条龙？恭迎诸位来到山河图内，本龙是这个山河图的器灵，也是至高无上教主大人最喜爱的宠物。教主不是只有大白一个宠物吗？这白龙该不会叫小黑吧？自从落入教主手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前2天教主终于给我派了任务，让我给他们开辟时间屋，加速修炼。这是不是说明教主不打算杀我了？教主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罗通是谁？能吃吗？这山河图内可加速时间10倍的流逝，而你们面前的这些小宫殿里面更是可以加速到20倍。20倍时间加速，这也太逆天了吧！这个椅子可就厉害了，这乃是至高无上的教主大人花费无数功夫建造而成的，里面集合了日月精华，灵宝无数。还有，反正就是牛儿就完了。坐上去，直接能提升好几层修为。连胜总管肯定是做了这把椅子，难怪他能一下子突破到半圣4层。我也有机会追上连胜的脚步了，我一定要努力修炼，不能再被落下。大家可以先选宫殿进入修炼。那把椅子就是连胜突破的关键，我一定要争取到坐椅子的资格，我绝对不能再被连胜落下太远。
他应该是猜到椅子的作用了。接下来我要拼命修炼了，是时候安排下一步的计划了。出来，属下黄衣，见过教主。去派人调查一下镇北军的情况，顺便在镇北军内安插一些弟子，还有随时关注皇城内的情况。遵命。连生都没察觉到黄衣的动静，四部的实力还无人知晓，首座修为都在半圣境以上。怎么婚期又推后了？计划的时机快到了。不就是惹到了那什么老子赵丽吗？也没有真的伤害到他，凭什么驱逐我们？行了，那赵丽乃是圣帝的弟子，怨就怨我们这一支不争气罢了。现在小公主都被人家带去圣地修炼了，可见对方的能耐。唉，我们被国主驱逐也是无奈罢了。你说这混乱之地已经被一统了，还是被刚从下界飞升没多久的势力所占领的？是的，长老，这方势力叫魔教，是从苍梧大陆飞升上来的。教主叫周琼，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魔道人物。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落脚之地。不了解。长老，我们明天直接攻上天魔峰得了。凭我们的实力，难道还担心这小小的魔教能翻起什么浪花吗？我已经派人去查探消息了，不管如何，先等消息传回来再说。我们不能在这阴沟里翻了船。长老，打听清楚了，这魔教除了教主周琼，共有大罗境2人，分别是大总管连生和大护法白昊天，修为都在大罗1、2层左右，其余的高层大多都在真武境巅峰而已。那周琼是何等修为？这个目前无人知晓。不过据了解，几年前此人刚渡过大罗劫。长老，我就说这小小的魔教不足为惧吧，不劳长老你费心，我明天就带人灭了天魔峰。我们确实急需一块修炼的地方。怎么又让我留下来看家？我是不是特别适合看家？属下见过堂主，黑王城舵主传信说，城内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个个修为高深，甚至大罗境也有不少。传信给黑王城，让他们密切关注对方的行踪，及时汇报。是。尔等何人？不知道天魔峰100里之内，没经过许可不准踏入吗？此乃魔教的青龙堂堂主，算是高层之一了。叫你们魔教教主出来！就说我云虎一族看上了这天魔峰，如果他老实的臣服，还能给他留条俸禄，否则定让整个魔教片甲不留。这些人疯了不成？竟然敢挑衅魔教，还敢让魔教教主下来臣服，不会是吃错药了吧？我看他们是疯了，没见过魔教的狠辣手段，估计一会儿哭都找不着调。好像不是，我看这些人都挺厉害的，没准魔教真能被他们灭了呢，也算是好事。我刚才竟然敢说魔教的坏话！说实话，即使不算以前身体的执念，我也很喜欢李婉儿。绝世的容貌，良好的天赋，深厚的背景，最主要通情达理，正是妻子的最佳选择。
这种惊天的大喜事，可以说还是大武皇朝的头一回。毕竟二者身份都不弱于皇子公主，要是没有镇北王的命令，咱们根本进不了王府的大门。能来喝这杯喜酒，真是祖坟冒青烟了。一会儿定要多给几位大人敬酒，说不定能攀上什么关系呢。真是荣幸啊！我做梦都没想到能来参加镇北王府世子的婚礼。是呗，听说世子已经修炼到大罗5层了，果然是绝世天才啊！那是，我听说以前只是世子，不愿意修炼罢了。现在世子可是我大武皇朝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说得对，世子前途不可限量。对了，我听说前这段皇城来了一个修魔道的大人物，还羞辱过世子呢。后来怎么没有其他消息了？是不是被镇北王？嘘，这种人物的事情，岂是你我能讨论的？咱们还是想想一会儿怎么结交一些大人物吧。世子迎亲回来了！世子迎亲回来了！世子迎亲回来了！恭迎世子，恭迎郡主。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好，好，好。世子、郡主，请随奴才前往婚房。恭喜世子，恭喜郡主。这回咱们俩可不只是兄弟了，我以后可就彻底放心了。你我兄弟还说这些见外的话，快喝酒吧，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多谢王爷赐酒。来来来，再喝一杯。婉儿，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赵无极的妻子了。我赵无极此生定会爱你一生一世。磨磨唧唧的，能不能快点？以后我当了皇帝，定封他为后。婉儿，来，我们喝交杯酒。你大爷的，你行不行？不会不举吧？真磨叽。为什么？真武巅峰也配和我动手？你以为一道带着毁灭寂静的阴掌就能杀了我吗？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早年我天赋平庸，他们全都看不起我，时常在背地里讥讽我。唯有李婉儿，从未用异样眼光看待我。敢刺我，该死！杀了他会两府决裂。毒，他给我下毒了。你死定了！你这个贱人！怎么会没用？贱人，救出解药，要不然我马上杀了你！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他也中毒了，吴王竟狠心弃了他。我赵无极怎么会那么轻易死亡？凭你个贱人就想杀了我，做梦！定。每次听到他的声音都倒霉，这次我死定了。天云之子命还挺硬。我的解药还给我。这木雕还有别的秘密，还是按计划来，让他中毒身亡。
老老实实的去死吧！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能死在本座手里，算你这辈子的福分。丁，任务完成。赵无极也死了，这会儿镇北王该消停了吧？皇朝终归是我们李家的。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2个儿子都死了，现在就剩下无极1个了，你们怎么还不放心？难道是皇兄吩咐的？他竟连婉儿都舍得牺牲。铁一兄，这件事情有蹊跷，很可能是有人故意挑起矛盾。我等一定要先查明，再做决断。我的不甘心不是因为他，是周琼抢了我的灵药，还定住了我的身体。李渊，这么多年我都没发现你真够绝情的，为了杀我儿子，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了。那你也为我儿子偿命吧！铁一兄，这事肯定不是你想的那样。李婉儿也是我唯一的女儿，我怎么会让自己女儿赴死呢？是镇北王和武王在交手，快跑啊！再不走就没命了！天啊，这是多大的仇啊！刚联姻就打起来了，这什么情况啊？镇北王怎么和武王打起来了？不会是切磋吧？切磋？你见过谁家切磋？直接把自家王府都轰塌的。他的实力怎么这么强？我竟然不是他的对手。铁一兄隐藏的挺深啊，看来我那哥哥防着你果然有道理。赵铁一的实力竟然这么强，若是不出手的话，李渊可能会死在这儿。铁一兄，还请住手！此事需要从长计议。屁的从长计议！老子唯一的儿子都死了，你让我从长计议？今天武王必须死，谁也阻止不了。我说的。看来是我赵铁一太长时间没动手了，都以为我是好拿捏的呢。今天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能阻止我。横行天下。将军百战穿军甲，不破对方终不还。我刚才好像听镇北王说，他唯一儿子死了，我也听到了。不能是赵无极死了吧？怎么会呢？今天他可是刚结婚，他死了，郡主岂不可惜了？不得不说，这镇北王果然厉害，一个人打2个同级对手，还完全占了上风。不过这样才对，要是镇北王不厉害，被镇压在这里，那我的计划不就白实施了？丁，恭喜宿主灭杀天运之子赵无极，奖励神秘礼包1个，天运珠1个。这天运珠上的数字是480，赵无极的运气果然比罗通还要好。我原本还打算在婚房里刺激，让他的天运点再涨涨，可惜我反派值不够，只能买1级遮天符，也只能杀500以下天运点的人。赵无极已经480了，要是再涨，我就白忙活了。镇北王怎么会这么厉害？那武王、大武府主、稷下公主，哪个不是半圣9层的高手？怎么会3个人打不进他1个？是啊，这镇北王太过强大，已经威胁到皇权了，所以皇家忌惮镇北王，才会有今天这档子事。
镇北王的镇北军是大武最精锐的兵马，里面高手如云，只听他一人号令，算得上他的私军。虽是强者为尊的世界，可军阵威力依旧恐怖，有100万武者组成的军阵，就连半圣也要暂退锋芒。镇北军足有3000万，全是精锐，他要是造反，大武都要受威胁。即使能平定，也会伤筋动骨，连皇朝都守不住。铁一兄，你真的要杀我吗？皇宫的老东西终于出手了，这大阵是冲着我来的。从今天起，你我兄弟之间恩断义绝，下次见面就是你死我活。这句话也给他带过去。没想到赵铁一的实力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仅仅释放气势惊走他，就牵动了我的旧伤。我的伤势比外界知道的要重得多，这次让他跑了，无疑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在我的计划下，原本圆圆满满的婚礼变成了一场葬礼，曾经的生死兄弟也已反目成仇。接下来镇北王必反，大木将失去万年来的平静。这是第2个大礼包，希望能开出有用的东西。丁，恭喜宿主打开大礼包，抽中山神之灵。总算没开出狗粮之类的东西。山神之灵可以当魔教总轴的守山之人，不像这只狗，除了刨坟，别的用处都没有。巨魔阵法为军阵，由军队组成军阵，形成魔神，可提升军阵10倍实力，战斗越多，战士越强。以前这阵法对我没用，现在刚好能用上。魔教也是时候拥有自己的军队了。天运珠的归属，我也有了人选。这谁啊？3条魔龙拉车，这么装13，也太招摇了吧！我看刚刚茶楼坐着的荒山城副舵头都拱手低头了。我这小徒弟刚从下边飞升上来，不懂事儿，还望大家帮着保密。师傅，你这是怎么了？我也没说啥呀。你都千古境了，至于这么怕吗？我的小祖宗啊，你不知道你今天说的是谁吗？这种话你私下说说就行了，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呢？谁啊？你说还有谁仅仅是座驾飞行就能让咱们城池副舵主站起来拱手行礼？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飞升上来就一直听魔教的传说，说他们几十年就一统混乱之地，教主就是最大的魔头。听说他杀人如麻，一顿吃好几个小孩呢。师傅，他那种大人物不会理会我吧？当然不会，别说那位了，就是副舵主大人也不会理会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可还有别人呢，这城池我们是不能待了，咱们俩立马搬去别的城池。以魔教的地位，肯定有不少人等着巴结，会有人拿我的头颅当踢门弦。还是来晚了一步，到手的功劳就这么飞了，真晦气！恭迎教主回归总段！恭迎教主回归总段！小的山神见过主人。目前山神是这魔教中修为最高的人，已经半圣7层，不是半圣8层。系统不是说他在半圣7层吗？主人，我融合天魔峰之后，修为有所进步。好，从今天开始，你名巨灵，乃本座天魔峰守护之神。任何胆敢打扰天魔峰者，杀无赦。巨灵多谢主人赐名，应当誓死守卫天魔峰。经过山河图修炼以后，魔教确实变成了一方庞大的势力，起码说得上是半圣级别了，高层也称得上一方诸侯了。但这都不够。这2年魔教一直在休养生息，该到动手的时候了。本座决定，魔教新立一堂，名为战堂，招收军队，设令魔兵100万。魔悟道暂时任命战堂堂主，其他几堂各派遣1/10精英弟子加入战堂。本座给你3个月的时间，3个月后，本座要看到100万魔兵。属下领命。这是巨魔阵法，以后将是战堂魔兵修炼之法。不知道教主有何吩咐？吃了吧。
吞了天运珠，他的气势该开始暴涨了。吞了天运珠，他的气势开始暴涨了。属下多谢教主。你去帮魔巫道招兵去吧，马上我魔教就将再次挥兵北上，进攻大武皇朝了。遵命。这白昊天果然天赋惊人，加上天运珠，他的天运鼎赫然达到了570。这是从赵无极手里抢来的木雕，我也有了一丝猜测，但还需要确认一下。这空间里全是雾，什么都没有。都这么久了，难道真的什么都没有？这2块令牌乃是天然孕育而成。这块潮字令牌代表着运潮之主修炼之法，修运潮的方法只有到地潮才能使用。王朝和皇朝之主是无法借助气运修炼的，但这块令牌能突破界限，让皇朝之主也可借气运修炼，速度还能提升3倍。拿到的王朝主修炼速度会暴增。果然是双生法宝，毁了一个，另一个变强了。反正又不是我的东西，坏了大不了再抢别的主角金手指。这世界这么大，也不是很缺主角的。我的神识附身在下界魔教教主的石像上。从今天开始，你正式加入魔教。你们眼前的人就是我魔教至尊掌教大人，也是尔等要效忠的对象。今后你们飞升上界，也要为掌教大人鞠躬尽瘁。我等誓死效忠教主大人！我等誓死效忠教主大人！你们做什么？宣誓竟然敢停顿，知道该当何罪吗？教主石像在发光，自袍大人，教主石像在发光。教主，是你吗？本座周兄，神识巡游诸天，正好来看看这里。神识巡游诸天，教主竟如此神通！属下苍梧大陆魔教一级管事牧童参见教主。此人是武帝巅峰，当是下界主事。李长生此前便与我提过，你不错，好好守护魔教，也尽快修炼。上界很大，魔教在上界也很大，不要在下界浪费太多时间。多谢教主点拨。这是本座的宠物神兽魔犬大白，本座走了，望尔等好生修炼，本座在上界等着你们。恭送教主大人！恭送教主大人！上界魔教仍在，我等飞升有望。听说了吗？魔教教主现身了！有了这木雕，修炼速度会更快，可修运潮道与自身道。抢来的金手指，用起来就是爽。身为顶级反派，只杀主角怎么够？要征服天下，让所有人敬畏臣服。反派之大者，灭教灭国灭天下。别挤了，谁在前面赶快说一下，上面写了什么？魔教现招收魔兵100万，通选7层以上者可去招兵区报到。什么时候教派开始招收军队了？不知道，这事谁能知道？你去做什么去？废话，老子上回参加魔教考核，就因为修为太低没进去。现在魔教向了要求，我得赶紧去报名。等等我，我这跟你一起去。通选9层，我就差一点就突破到9层了。启禀教主，在3个月前，大武皇朝镇北王正式宣布造反，同时北方300多个城池纷纷响应。目前大武皇朝内遍地战争，周围的青丘国和一些其他的势力也纷纷开始浑水摸鱼。镇北王果然没让我失望，300多城占大武1/3疆域，怪不得武皇帝如此忌惮他。启禀教主，
战堂现已招收魔兵100万，共有通玄9层100万人，千古境1万人，真武境1000人。很好，这方上界有多大，本座不知道，但本座希望有一天，这整个上界都臣服在魔教之下，臣服在本座之下。尔等有信心跟本座一起吗？我等定追随教主脚步，称霸上界，威震寰宇。我等定追随教主脚步，称霸上界，威震寰宇。好，本座要的就是你们的信心。魔者无所畏惧也。魔无道，属下在。本座命令你即日进攻大武皇朝边境，不用操之过急。本座给你2年的时间，必须给本座练出一批绝世魔兵。遵命。12魔王各大护法，你们也去边境走一遭。是。希望日后魔教100万魔兵，个个半圣以上，横扫寰宇。兄弟，应该又要用到你了。王将军可知，最近我大武皇朝乱了起来，现在就连一些小势力也都纷纷开始有了动作。呸！要不是本将军奉命镇守南山边境，早就灭了那帮炸刺的势力了。他就是镇守将军王奎，半圣5层修为，因早年得罪朝中大员，才被派到这边境。王将军，不必动怒，这不就有你发挥的机会了？陈城主，你这信息可当真？那混乱之地的魔教真的灭杀了半圣境的狐族，现在正征集100万魔兵，要来攻打南山城了。当然是真的，这个消息可是我刚刚派人探查到的，估计短则3天，多则7天，魔教必然会攻来。我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了几10年，半点功劳都捞不到，根本调不回皇城。现在魔教送上门来，正好给我当踏脚石。这次守下南山城，定当是大功一件。魔教最强不过半圣1、2层罢了，这事若做得漂亮，我也很可能得到朝廷的重用。等我灭了这100万魔兵，定能风风光光回皇城。堂主，南山城的消息已经打探完毕。由于南山城是边境城治，所以有着100万驻军，首领姓王，乃是半圣5层的高手，并且领兵打仗很有一手。知道了。这小小的南山城竟然就有半圣5层的高手，这大武皇朝真这么强吗？当然不是，这南山城怎么说也是边境，所以才有这等高手镇守。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这王将军在整个皇朝军队中也算得上1号人物了。那就好，不过我还是感觉自己实力太低，应该再努努力，要不然以后怎么追随教主，我们也要东霸寰宇，总不能一直靠教主当一面。这样也好，这南山城实力越强，越能更好地锻炼出魔兵的威力。时隔几年，我魔教重新争霸，是需要再屠个城来玩玩了。是啊，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仗打了。魔教竟然真的攻打过来了，他们怎么敢呢？难道不怕被灭教吗？我操，这100万魔兵竟然都是通玄9层以上的实力，这怎么可能？你们看为首的那个铠甲男子，我怎么感觉他不是一般的半圣呢？不过是些通玄9层的乌合之众。不对，那为首的分明是半圣5层的修为。这怎么回事？你不是说魔教最强的半圣1、2层的修为吗？那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别告诉我对方是来看热闹的。我只是个小小城主，能查到的消息本就有限啊。我乃大武皇朝南山城镇守将军王奎，你是何人？胆敢来犯我边境？哼！魔教战堂堂主魔无道奉教主之命前来屠城，魔教竟还有战堂这等战力。要是我今天吃下这批魔兵报功，就能立刻调回皇城，不用守这破地方。就凭你，看来你是真不知道本将军的厉害啊！既然来了，那今天都别想活着离开了。有猛虎军阵辅助，我定能吃下这批乌合之众。列猛虎军阵，杀敌立功。
列聚魔阵，屠城！让开！我站哪边？果然是乌合之众。本来就在预料之中，军队本就要在战场上练，死了便是无能。这魔阵的气势竟不弱于猛虎阵。怕什么？给我杀！就凭借你带领的乌合之众，今天就全都留下吧！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我们也去帮忙吧。这召集来的魔兵实在太菜了，再这样下去，非得让对方杀没了不可。现在还用不上我们，武王，你再仔细看看，现在可是有什么不同？这是阵法的威力。当然是阵法的威力。虽然魔教招收的魔兵都是凶狠之辈，但也没凶狠到被灭杀到这个程度还不崩溃，反倒更狠了的地步。这阵法能改变人的恐惧心理，同时大大激增出人心里的凶性。虽然这样魔兵会死伤惨重，但是练兵速度也确实快得肉眼可见了。这家伙的身手怎么这么强？我厮杀了一辈子同阶高手，竟然完全打不过他。他竟然还在留守，再打下去我要输了。我的猛虎军阵竟然被压着打！我去了个草，这怎么可能？凭我几千年的读书经历来看，这他妈完胜啊！一战之后，我南山城必然声名大噪，我也会因此得到重用，回归皇城，走上人生的巅峰，迎娶个名门闺秀啥的。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这弓是教主赏我的摩天弓，半圣级仙宝。果然是个废物，留他还有用，就先不杀了。再打下去，军阵要崩，我也打不过魔妖道，得想办法借助军阵退敌。哼，都快赢了，怎么不打了？啥情况？赢了！魔教军打退魔教了！我就说魔教打不过我们大武的军队。真是些蠢的，根本不知道我们捡了条命。为什么你刚才不进行追击？为什么不把魔教来人都杀了？你为什么放过他们？还追击？今天这南山城能保住就不错了。今天的战况比你看到的惨痛得多，魔兵的战力越来越强，我们损伤比他们大得多。我明明看着我们占优势啊！要不是魔教临时退兵，这南山城早就被攻破了。怎么会这样？说，魔教的信息你还知道多少？一个堂主就能压着我打，那魔教教主得多强大，我都不敢想。这我真不知道，只不过听说魔教教主自号天下无敌，威震韩语，我以为他们吹牛呢。这魔教教主还真敢口出狂言，但敢这么自称，修为肯定低不了。那个，我得到的消息还有一个，还有什么？你赶快说！还有那魔教教主不但凶恶霸道，更是有着一个癖好，就是特别喜欢屠城。混乱之地已经被屠杀了好几个城池了。屠城？他竟然敢屠城！怪不得那魔无道嘴里老喊着屠城。修魔道的果然都他妈是疯子！老子的家眷可还在城中呢。不行，这魔教抵抗不了了，你赶快派人去把消息传给皇城。是。还是联系不上外界吗？2年了，我用尽了各种办法，都无法联系到外界。派出去的无数人也都石沉大海了，就连这城中逃出去的无数生灵，也再没有任何动静了。完了，我们彻底的废了。
魔教是把我们当成磨刀石。2年前开始通信就全失灵了。魔教每10天攻一次，快赢就退，魔兵越来越强。上次只派5万魔兵来攻，我们50万军都挡不住了。1年前我想逃，还折了老婆和2个儿子。现在皇朝兵荒马乱，没人会记得我们了。教主给的封天阵法就是好用，2年了，愣是没有人能把消息传递出去。还有那老鼠子巨虎军太废物了，现在跟我们魔教魔兵一比，差的有点悬殊啊。现在的巨虎军已经没法对魔兵起魔力作用了，他们看到魔兵都是一边下身流淌热水，一边战斗了。